好的，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武林风世界格斗大师联赛。我们今天的解说嘉宾是大家非常熟悉和喜爱的王彦博老师。燕儿姐好，观众朋友们好。那么今天的比赛呢，又换了一种打法。好，一个读秒。这个是欧阳锋战队和佐藤佳阳战队这两位选手呢，从严格意义上来讲，他并不是同一个时代的选手。佐藤佳阳是承接了老 K1 的最后一代。 而欧阳锋是新时代的中国踢拳的代表。是的，2024年欧阳锋刚刚拿到了 WLF Max 70公斤级的金腰带。我们这个大师联赛啊，共有8支战队哈，从这个月开始，又从今天开始，2支战队开启了这个大战的大幕。是的，黄奇瑞一上来以后，利用身高的臂展，在迎击中找到了机会。不过对手木黑翔太呢，是第5代 Big Bang 的轻量级冠军，而且打了 Crush 的战绩是8胜5负1平。 那么在这个比赛里边，他很典型的日式踢拳，黏在你身边，不停的打，可能单击的效果并不是那么好，但韧劲儿啊是十足的。是的。黄启瑞也是这一次欧阳锋战队当中最年轻的一员。没错。在武林风数字赛537当中，成功的战胜酒井大梦，为全民所熟知。他是武林风直通数字赛的第2场60公斤级的8人赛的总冠军。总冠军，而且这个受训于李宁，来自于图曼。 上来以后给对方打了一个读秒之后啊，这一局起码在这场比赛目前只要不被击倒啊，就是一个最好最差也是平局的一个状态。是。这个中日之战啊，很多的观众都非常的关注。这场比赛的木黑翔太呢，一上来以后的开局不利，所以他选择了抢攻。不过对于他目前在过往的比赛里边，他的终结率不是那么的高。典型的贴靠型的打法。 哎，扫踢后直。我们其实跟日本选手打过很多次啊，日本选手的意志力，包括他们的这个连续的进攻能力以及体能，是我们需要学习的地方。后直又中了，又中了，连续的2次交叉步以后的后手拳，好拳打斧。这个木黑翔太现在的情况，第一局好了。 好，再次2次了，同一回合3次读秒就要结束了。对，OK， 我建议黄奇瑞利用剩下的这15秒，好拳后直前摆再中，扫踢，打佛，在身高和臂展上。 黄启瑞有一定的优势。对，黄启瑞身高178，臂展182，木黑翔太的身高是164，臂展165。而且这场比赛是一场60公斤的比赛，对于黄奇瑞来讲，在这个级别是绝对的常人。是。现在的情况就是开局巨大有利。这场比赛黄奇瑞只要不是出现特别大的失误，应该已经拿下。明白吧？不要软啊，不要气啊。 对，好，来看2位第2回合的比赛。这个面对日本选手，我们有非常多必须赢的理由，特别是在这个项目里，我们有多次的中日对战，但是我们要承认的是，日本选手在踢拳这个领域上还是非常强势，在亚洲绝对是一流的水平。右摆左摆，打斧。 在后直，因为踢拳是不允许这个头摔的，所以低个选手想要能够打高个选手，最重要的就是摇闪近身。摇闪近身，高个选手一般选择的就是拳或腿迎膝的击斧。来了，又打斧。
因为头你可以摇闪，但躯干你躲不开啊。铁铐，铁铐，非常典型的日式打法，而且是有点古典的日式打法。我们都知道日本的这个踢拳这个词，其实就源自于他们输给泰拳手之后的一个发现。在贴靠之中，好，左手摆拳，哟，黄启瑞要小心啊！对手现在左手拳一直迎着黄启瑞的右边太阳穴，黄启瑞的后手有点掉。这个回合一上来，莫黑祥太的节奏加快了一些，这个往里压得更紧了一些。他想赢下这场比赛，必须至少击倒黄启瑞一次。是的，因为在第一回合自己被9秒的2次。对。好，已经看到了边角李宁。当年的李明冷面杀手啊，也是在武林风的擂台上也叱咤多年。对，在60这个级别也是无敌了一阵子。对。摇闪，好拳，后直前摆，再来。这个在踢拳的这个赛道上，身高必然就是硬实力。这个在站立的规则下，身高必然就是绝对的优势。是，世界格斗大师联赛8个小组，每支战队有5场比赛，5局3胜，获胜的战队晋级下一轮，败者直接淘汰。对。今天是欧阳锋战队对阵来自日本的佐藤嘉阳战队。我觉得也是看点最大的一支。我们有3名中国选手作为导师，但只有1位日本选手作为导师。我们3位中国选手的导师都愿意跟他来进行对战。日本运动员还有一个特点，就是他们的意志品质非常好。对，就特别韧。对，这也是他们各项体育运动所推崇的一个精神。啊，他们不太在意自己的起点是不是顺利，但是他们很在意这个自己的路径是否坚持。是。后直、前直、打锁，再来，我觉得又接近于击倒。是。啊，时间到。你接着调整，我还踢你，2面对，不要侧，2面画，5掰，4掰，明白吗？前后跳掉。他这也说过来了。下一个人，我是这里吗？吃血的。好，进入到第3回合的比赛，红方选手就是我们中方战队的毒蛇黄启瑞，蓝方选手来自日本的莫黑祥太。后直的前摆啊，这个专门其实是低个针对高个的主要打法和拳路，但是这场比赛黄启瑞并不打算以控制打完这场比赛，是，更多的是把自己的身位压进去，要跟对方拼了，而且有2次击倒在手，这场比赛其实胜利已经一多半在自己兜里了。好，分开，不被粘住。OK， 好，不要乱。日本一直以来都很讲究所谓的坚持啊，像除了格斗项目我们知道的磨砂斗说佐藤嘉阳以外，还有这个河村永辉啊，在 NBA， 包括在棒球的大野包括在柔道大野将平等等的选手，就是他们可以输，但是不能认输。对啊，这种精神还是值得我们学习。
但在中日的踢拳对战上，我们从最早期的我们这个胜少负多，到现在我们看到这场比赛，起码黄奇瑞是占据着绝对优势。是，当年武林风与 Crush 从前面的 K1 到后面的 Crush， 对，我们经过了有7次的较量。对 ，OK， 而且武林风其实是用了将近20年的时间，把中国的这3代选手，最终现在是达到了世界的水平，特别是在中小级。对，我们这一次武林风553也是武林风与 K1 强强联合之后的首场数字赛。但在这场比赛赢下的这个兴奋之余，我们还是要承认啊，在格斗这个项目上，或者在整个的竞技体育这个项目上，日本还是体育大国。对。黄奇瑞后者直拳对方躲开了，到这个时候还有40多秒。处理一下伤势。对。裁判场上的医疗监督要上去处理一下伤势了。这个时间进行了暂停，但是这场比赛其实结果的悬念已经很小，除非在最后的40秒的时间，木黑翔太可以直接 KO 王奇瑞，否则是没有机会的。萨诺佐藤佳阳也是典型的日式的选手的经历啊，这个一直以来不是那么的被看好，但是最终是完成了逆境翻盘，完成了这个 K1 等于是末代的这个日式的传承。对，因为佐藤佳阳也真的，他也是传奇人物啊，就是唯一 KO 过这个泰拳王子波球的。是。相对于这个被万人敬仰的这个磨砂豆来讲，佐藤佳阳并不是一上来就被关注到，对，而是通过自己的努力。高扫后直，哎呦没倒。即使到最后的2秒，木黑翔太也没有放弃要 KO 对手，这一点我们是值得学习的。不过这场比赛的结果已经没悬念了。对。但是值得肯定的就是严宝老师一直讲的日本的这个木黑翔太啊，这个运动员这种坚韧的精神，没错，这个值得我们学习。是的。好，这是欧阳锋战队和佐藤佳阳战队的首场比赛60公斤级的对抗，我们来看这场比赛的结果。25